我爹是龙国二把手，我妈赫赫有名，财阀大亨。可身为京都太子爷的我，却被老爹扔到江州学校历练1年，收敛周身戾气。只因我从小嚣张跋扈，就连小区哈士奇路都要挨上2巴掌。却不曾想，现在竟受校霸欺辱嘲笑，更被黑道千金踩在脚下凌辱。此刻我刚打完饭菜，转身时竟将饭菜撒在了柳如烟的包臀裙上，对方二话不说，直接1巴掌扇了我。校霸照片更是一脚。都忍了1年了，不差最后这5分钟。我很了解老爹的性格，说一不二，时间一到，马上会放我回去。但若敢打破规矩，绝对会延长。对不起，对不起，需要多少钱？我赔。下一秒，柳如烟20厘米的滑轮天女直接踩在我的脸上。告诉你，小姐的这身行头，没个3万块钱下不来，比一个吃食堂的穷鬼赔得起吗？现在就给我跪下道歉！今天这事就算了，不道歉，我让你在这大学待不下去。时间1分1秒流逝，围观的众人屏住呼吸。他会认怂吗？他会下跪道歉吗？这要是真跪下的话，那在整个江大可就出名了。不对，现在就已经在网上传遍了。就在此时，一阵突兀的闹铃声响彻整个食堂。12点整，巅峰的眼神瞬间冰冷。你也配让我道歉？这小子太牛了吧！他不知道黑道千金柳如烟吗？柳如烟疼的脸色扭曲，双手撑着地面，可腿上韧带撕裂的疼痛让他根本站不起来。赵鹏、王帅，给我揍死他！赵鹏和王帅这才从震惊中猛然回神。混蛋！你居然敢这样对嫣姐！今天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巅峰眼神凌厉，脚步微微后撤。清脆的骨裂声格外清晰，赵鹏的脸瞬间变形，整个人倒飞2-3米远，直接昏死了过去。鹏哥，王帅原本已经挥起了拳头，可在看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赵鹏后，赶紧撤回了拳头，装作担忧的看了过去。刚才就你揍我的最凶。巅峰一个迅猛的刺拳，精准无比的砸在对方面门上，王帅整个人被一拳轰飞，身体失控的向后滑出好几米，鼻血瞬间狂喷。围观的学生们此刻彻底被吓懵。这也太猛了，这2个可是拳击社的成员，就这样被干翻了。柳如烟的脸色也变了，眼神里更是第一次出现了慌乱。还有你，巅峰上去就是一记鞭腿抽在他的脸上。正在这时，一道突兀的手机铃声响起来。小子，可以啊！这1年的变化很大，我在你身边安插了3000个眼线，他们对你表现都高度认可。汉东省长你二叔也说你的表现很让人不可思议。你准备什么时候回京都？对于老爹的话，巅峰满脸黑血，更懒得跟老爹废话。哈，3000个眼线，这老登是在炫耀什么？二叔也真是的，为了能坐上这个位置，竟然跟老爹串通在一起。我一会就回京都，不过现在我需要去医院处理一下伤口。什么？你受伤了？对呀，被人打了呀！我天天被打都习惯了。哪里被打了？严重吗？快发给我看看。行吧，我发给你。说完，巅峰直接挂断电话，随手自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这家伙把柳如烟他们打成这个样子，现在居然还有心思自拍。刘老三要是知道，绝对会把他大卸8块的。终于有人实在看不下去。同学，你知道你刚才打的人是谁吗？她可是江州市柳家的大小姐啊！什么江州柳家？屁大点的地方居然还有家族势力？对对对，快跑吧！刘老三可是黑恶。对于众人的提醒，巅峰愣了2秒。柳家黑恶势力，二叔，江州可是你的管辖地，你可真的是让我抓住了你的把柄。既然你跟我老爹串通一起，那么我可得好好送你一份大礼。此刻京都一神秘别墅内，虎君，这就是你安排的人手所监管的对吧？你告诉我，这就是可控范围内的欺压？这他喵是要我儿子的命吧？他这样回京都，你嫂子得活剥了你！一个身材较好的秘书冷静地把巅峰鼻青脸肿的照片分发到众人面前。此时被唤作顾军的男人吓得脸色苍白，自己的大侄子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原本的计划中是安排在可控范围中的欺压，主要就是让大侄子吃点苦，学会隐忍和收敛锋芒。可现在这照片中的样子，明显是往死里打的呀！顾军，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顾军顿时吓得冷汗湿透了后背。如果解释这是我安排的 NPC， 只不过下手重了一点，那么换来的肯定是大哥的一通训斥，以及大嫂的几个大嘴巴子。那要是解释说自己完全不知情呢？更不行，那岂不是变相的承认我管辖的市级城市出了大问题？就在顾军大脑高速运转的时候，江大这边，巅峰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导员的办公室。打曾想，刚一进门，导员方婷见到他以后，整个人瞬间惊恐的连连后退。你别过来啊！退学申请我已经批准了，就在桌子上，你拿上就可以走了。出去后别说你是我学生，我不认识你。方婷内心几乎是崩溃，他刚刚可是听说自己的学生把江州柳家的千金给打，人家柳如烟的父亲刘老三还是江大董事会的成员。另外校长得知这个事，直接撒丫子的跑了过来，不到2秒就签好了退学申请。导员，你都知道了呀？本来还在怀疑导员也是 NPC， 现在看来纯属自己想多了。这个江州柳家挺有实力的。巅峰耸了耸肩，随后拿起桌子上的退学申请便转身离开。出了门后，他嗤笑一声，直接扔到了垃圾桶。再见了，江大。巅峰的卡老妈已经恢复了，还给他打了1个亿的零花当做奖励。接下来直接去机场，乘坐最早的航班回京都，好好吃喝玩乐一番。事后我会再回江中，把这个什么柳家好好调查一番，一网打尽，也算是给二叔送去一个大礼。正在巅峰准备往校园门口走的时候，臭小子，别跑！哟，还挺难杀呀！给我弄死他！
学习不积极，吃瓜第1名，哈，打打杀杀成合体头。巅峰嘴角勾出一抹讥笑，缓缓地捏了捏手指关节，围观的众人心脏狂跳，停住了呼吸。可就在下一秒，救命啊！不是吧？我以为这小子很硬气呢，这就跑了。这种时候还硬刚，脑子有病才这么干。身份刚恢复，银行卡里还有几个小目标，凭什么和一群地痞混混玩命？事后领着稽查组的人过来，从江州市长再到这些地痞流氓，直接按着族谱杀不就行了吗？喵的，别我追，拦住他！就在巅峰即将跑出校园的时候，突然校园外也涌进来了一大批学生，背着书包，气势汹汹，一看就不是脆皮大学生。为首的大手眼神杀气腾腾，全体听命，保护点手，剩下的跟我上。所有围观的学生全都瞳孔震动，疯狂后退。这特么特种部队啊！这分明是职业战斗人员。柳如烟的小弟们刚冲到营门，看到这一幕脚下，可一切太迟了。对方的甩棍已经宛如雨点般砸了下来，刚才嗷嗷叫的小混混瞬间就被3棍打下去。不是混混能挨3棍，是这些人上来就3棍。1秒3棍不是他们的极限，而是为了让巅峰能够看见。哥，别打脸，都是道上混的呀，烟姐跑呀！前方惨叫声此起彼伏。这时后方小队长走到巅峰面前，啪的一个立正，报告巅峰少爷，我们来迟了。如此标准的站姿和铿锵有力的声音，一看就不是普通学生。当天晚上，江州市办公大楼灯火通明，王氏和李书记站在大门口紧张的搓着手。怎么会闹到这种程度呀？刘家这丫头之前不也打过人，都没有闹到这种程度。是呀，这次怎么瞬间爆发了？打人的那个不是已经退学了，而且也没有去警署呀？最让他们惊恐的就是汉东省省长竟然因为这件事连夜赶过来。他们只是江州地方官员，按理来说这种级别的事件本不该惊动省。很快车门打开，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了下来。不过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的气场，而是他脸上那个清晰无比的巴掌印。没错，对于大侄子被打的事情，步军解释为是自己所安排的，只是下手重了一点，于是就被大嫂打了2巴掌。至于为何连夜赶过来，就是要好好调查一番，看看谁敢欺负自己的大侄子。网上的事情你们应该都看到了，江州大学餐厅发生那么大的斗殴事件，其他的我就不问了，来给我说说你们的调查结果吧。顾省这件事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就是学生之间的小矛盾。是呀，顾省，就是学生之间的小矛盾。那个男生打饭的时候不小心把饭撒到了对方的身上，又不愿意赔偿，还出言诋毁了对方，所以那个女生就叫来了她的同学和朋友，把对方打了一顿。对于2人的言论，步军思考了2秒，缓缓点了点头。这么说的话，属实是有点符合自己大侄子的性格。好，这件事你们处理结果是怎么样的？结果，这是中午出来的，舆论是下午发酵的，顾省是晚上来的，我们怎么有时间去处理呢？再说这事又能怎么处理呢？打人者柳如烟可是刘老三的女儿。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要是敢处理刘老三，刘老三明天就敢让江州的所有企业全部搬走，让江州的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说白了，他们2人很多时候还得看柳家的脸色对江州做规划。李书记的脑子反应最快，上前一步就陪着笑道：顾省已经处理好了，设施的那些全被控制了，目前正在警署接受调查呢，只不过公告还没有来得及发呢。对，已经在处理了，都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学生混子而已，在学校拉帮结派，影响恶劣。今天我们还准备约谈江州大学的校长，彻查校园管理问题。看着2人坚定的眼神，顾军缓缓放起心来。既然这样，那这件事我就不多问了，该抓就抓，该判就判。王市长和李书记顿时心头一缩，连忙低头点头哈腰。是，顾省放心，我们一定严肃处理，给公众一个交代。从市大院离开后，顾军马上就拨通了巅峰的电话。大侄子，你在哪呢？我亲自来江州接你了呀。什么？你到机场了？那你来京都机场接我呗。行，到时候我去京都机场接你。挂断电话后，顾军马上给行政秘书打电话，他现在肯定是赶不回去，这件事只能让秘书过去。与此同时，江州柳家大宅内，谁干的？还有王法吗？还有天理吗？爸，那家伙叫了很多人，而且还很擅长打架，他当着全校的人的面把我踢翻在地，还让我当众劈叉。竟敢打我女儿，给我查，掘地3尺也要给我把这人找出来，是虎他给我握着，是龙他得给我盘着。刘老三猛地站了起来，浑身散发着滔天怒火，看着眼前这个被打成猪脸的女，此仇不报，他刘老三在江州估计得颜面尽失。正在这时，一个手下急匆匆地跑来，刘总，王氏来了。他来的正好让他看看我女儿被打成什么样子了。刘老三直接坐回到太师椅上，宛如一位坐镇江州的黑道枭雄。王氏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刘总，您女儿这次可是闯祸了呀，这事在网上都闹大了呀。有多大？我女儿100斤，现在被打成了120斤，光他妈淤血都有20斤了。你特么告诉我，这是在网上闹大了？看着沙发上的生物，王氏眼睛瞪得通远。啊，千金也在啊。王叔好。你好，你好像不是很好。柳家千金柳如烟在江州嚣张惯，她之前把人打得比这严重多，
甚至还闹出过人命，当时赔了人家200多万，现在反被人打成猪头。说实话，王氏一点不同情。刘总，我明白了你的心情，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给这件事下个结果。上面很重视这个事情，今晚必须得出公告，不能让舆论发酵下去了，否则你懂的。看着对方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刘老三沉思了几秒钟后，缓缓抬起头。我可以交几个人出去，但我有一个条件，那个打我女儿的家伙，你们务必也得帮我找出来。你们处理完后必须交给我来处理。看着刘老三凶狠的眼神，再想着公告之紧急，王氏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次日一早江大，随着大量警员涌进学校，满脸绷带的赵鹏、王帅等人悉数被带走。1个小时后，江州警署就发出了公告，关于江州校园发生恶性斗殴事件，经查涉事人在校学生赵某、王某、李某、钱某等人因在打饭期间跟林某发生口角，最终上升到肢体冲突。现所有成员已经到案接受调查，并网上所传黑恶势力大家族纯属子虚乌有，请各位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公告一出，整个网络顿时炸裂。为什么没有柳如烟？兄弟擦亮眼睛呀！公告上连个姓柳的人都没有。可惜这样的声音很快就被江州官媒小编暴力压下。至于巅峰，此时正坐在江州飞往京都的头等舱内，优雅的举着红酒杯，2个很是漂亮的黑丝空姐搂着肩，垂着腿，好不快活。清晨，京都机场一架来自江州的航班缓缓降落，终于回来了。远处数辆黑色豪车疾驰而来，稳稳地停在停机坪前。车门打开，黑西装墨镜的人员迅速下车，笔挺地站成2排，低头肃立。然而紧随其后又开来一辆红色跑车，一个漂移甩尾，稳稳地停在了巅峰面前。颠哥，哎呦，浩子呀，你怎么来接我了呀？王浩是巅峰的发小，从小玩到大。嘿嘿，昨晚我爸喝醉了，我偷偷看了他手机，你回来这事竟然是高度机密，我还是偷看了我爸手机才知道，整了半天你一直在江州。这一年京都怎么样？会所生意如何呀？还能怎么样？规规矩矩呗。会所生意自从你走后很是冷淡。王浩口中这个会所，巅峰是背后最大的股东。走吧，上车，我跟你细说。正在王浩准备发动车子的时候，王秘书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店少坐我的车回去吧，你二叔亲自让我过来接你的。我二叔真让我意外啊！我二叔这是打我一棍子，现在又反过来给我一个甜枣，还亲自让你过来接我呢。店少您误会了，您二叔一直很关心您的，这1年来他时常在暗处观察您，看您受苦时甚至掉眼泪，而且不止一次去劝您父亲把您接回家，但都遭到了您父亲的拒绝。这么关心吗？行吧，谢谢我二叔的关心，我朋友这来接我了，我直接坐他车回去就行。还有你回去告诉我二叔，就说我挺喜欢他给我选的江州市，另外让他女儿顾彤最近不要来京都玩，不然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说完这句话，巅峰心满意足地合上了车窗，伴随着一阵风雨完了，顾省这次真的惹他大侄子不悦了。40分钟后，车子停在京都最豪华会所门前，巅峰提前下了车，缓步朝会所大门走去。这叫生意冷淡吗？看着眼前的景象，巅峰哼笑了一声。显然王浩说生意冷淡，估计是没少挪用账上的钱。您好，先生，请问你有预约吗？预约？我以前在这里可从来不需要预约。2个迎宾小姐姐愣了一下，目光下意识的就开始打量着巅峰，脑海中飞速搜索着此人的身份。先生，请问您是来找王总吗？妈的，老虎不在家，猴子当成山大王了。这时王浩停好车，小跑过来。颠哥，你怎么不进去呀？巅峰会所的拥有者，传说中的颠总，这位太子爷的传说，他们可听得太多了。颠少，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这2个服务态度挺好，每个人发5万奖金。谢谢颠总，谢谢颠总。行了，别激动，好好干。可当他踏入会所大厅的一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灯光炫目，霓虹闪烁 ，DJ 台的重低音鼓点震得人心脏发麻。舞池中央密密麻麻的俊男靓女正疯狂蹦迪，空气中都是一整个纸醉金迷的氛围。等会耗子，你告诉这特么是我之前的会所。我离开之前，这里可是京都权贵子弟们最私密、最讲究社交的场所，安静、奢华、隐秘。现在呢，整个大厅成了不折不扣的豪华夜店。按照这个氛围，里面岂不是还有足浴按摩了？颠哥别激动，听我解释。你离开后，京都圈子都收敛了，导致会所效益很是不好，所以我就把这里改成夜店。这可是你的会所，你没发话，我哪里敢随便改？但没办法，没人来，那不就得亏死？倒闭的话，你我都没有玩的地方，阿姨还会嘲笑你不具备创业的天赋，所以我只能放低门槛，降低了会员标准，允许其他富2代、煤老板、钻石王老五的子女们进来玩。同时，我又增加了酒吧蹦迪的项目，24小时不停业。我只是稍微改造了一点点，隔音效果100%，外面完全听不到里面的声音。我跟你说，这帮人可真的是不差钱，随便一晚上就能砸好几百万，豪掷千金。巅峰一脸无语，耗子，你可真是行呀！颠哥，时代变了，生意嘛得跟着市场走啊！而且我敢打包票，这绝对是目前京都最赚钱的会所之一。现在每天的流水轻松破500万。这位客人又是谁呀？能跟王总聊这么久？王总，您忙去吧，这位客人交给我吧。可当看清巅峰面容的瞬间，颠少，您终于回来了，您可不知道呀，王总，他现在都让我用像来吸引客人了呀。我之前穿的什么？您看我现在穿的什么？
苏经理，咱能稍微松一点吗？我喘不过气了。苏经理他疯了吗？什么情况？他竟然当众扑到了一个男人身上，那家伙到底是谁呀？这其中不知有多少枚二代垂涎于苏经理的美色已久。苏经理负责会所的管理和高端接待，但他可从来不陪酒，更别提有什么肢体接触，哪怕他们砸再多钱，他最多就是端茶倒水，陪聊几句。办公室内，巅峰端坐在老板椅上浏览着账本，苏经理还在梨花带雨的诉说着王浩的罪状。颠少，您是不知道啊，王总这一年简直无法无天。您刚走，他就立刻把会所改造成了24小时不停业的销金窟。他不仅拉低了门槛，还天天逼我穿黑丝，说什么增加美感、提高客户满意度，每天还要我跟那些人深夜陪聊，每天晚安、早安，娇滴滴的给人家打语音。颠哥冤枉啊！你可别听这女人胡说八道呀！我这是在为员工着想呀。她长期干着工作，血液循环不好，黑丝能有效防止静脉曲张。巅峰猛地合上了账本，表情很是满意。他不缺钱，但会所的收益是他向老妈证明自己经商能力的唯一途径。哎呀，苏经理，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还换成之前的衣服呗。不是的，颠少，不是说不满意，而是什么？而是得加钱。这话一出，空气瞬间静止。我去，苏姐，你这么现实的吗？巅峰也忍不住的笑出了声，还以为对方受到什么天大的委屈，没想到就这。为什么这么现实？王总，你还好意思说不穿黑丝扣我1000，不穿高跟鞋扣我1000，妆化的不好又扣我1000，我一个月工资7万块钱，你能扣走我2万多？必须得加。巅峰豪爽一笑，随手拉开手机，直接拽出了一摞钞票，毫不犹豫地扔给了苏经理。工资往10万加，另外再增加专属服务提成。苏经理一整个都懵了。颠少，您是认真的吗？认真，当然认真啊。话音刚落，苏经理狠狠地吸了一口气，再次往前一扑，又抱住了巅峰。颠少，苏这辈子都要在你手底下工作，永远效忠于你。好了，香水呛眼睛。巅峰一把推开了对方。进来！不好了，王总！一个服务生紧张地跑了进来，下意识的就看向老板，结果就看到了那张无比熟悉的脸。我勒个妈耶！颠总回来了！颠总外面有人闹事，非要苏经理过去陪酒。苏经理脸色一沉，瞬间从小女人变成了冷艳御姐。好，我知道了。说完，踩着高跟鞋哒哒的走了出去。走吧，一起去看看呗。话落，巅峰顺手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把金色的舶来塔。我擦，颠哥，你这特喵的，老子在这里消费100多万了，连个特殊服都没有，连经理都不知道过来陪个酒。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您所说的那种特殊。服务生一个劲的解释着，哪曾想胖子直接拿起2瓶黑桃 A 一下浇在了对方的头上。你们那个漂亮的女经理刚才对人家投怀送抱的，现在出来陪一杯都不行。今天她要是不出来，老子分分钟砸了这场子。哎呦，这位客人，您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呀？只见苏经理踩着黑丝高跟鞋，有着纤细的腰肢缓缓走了过来。下一秒，一个卡座的客人猛地瞪大眼睛，举着酒杯的手颤抖着看向苏经理身后。颠少！几乎同一秒，不少卡座上的客人全部猛地站起身。要想让我陪酒，您好歹得办个会员吧？办，必须办最顶级的会员。胖子颤抖着双手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好的，先生，请您刷卡。刷，必须刷。余额不足。天喜会所的会员卡可不是一般人能办下来，在这里想要成功装逼，除了活捉外星人拎过来，他们真的想不出其他的。什么余额不足？不可能没钱啊！卡里还有400多万，怎么可能余额不足？怎么了，先生？您不会是没钱了吧？你们会员多少钱？这不可能刷不出来。苏经理轻轻一挥手，一个服务生立刻拿着会员文件走了过来。胖子接过一看，整个人猛地一踉跄，差点摔倒在地。顶级黑金会员消费水平一个亿起步，最垃圾的青铜会员也要消费1000万。胖子彻底破防。你们这是抢钱，特么的黑店！你们老板是谁？特么的黑心老板！看着对方破防的样子，苏经理轻轻笑了笑，缓缓靠近胖子的耳边。先生，如果您真的想让我陪酒的话，不如先攒够1个亿。我要砸了你们这店！趁着对方嘶吼要变身之际，巅峰反手掏出腰间的舶来塔，一把将枪口对进他的嘴，直接打断其施法。如此一幕，吓得所有客人瞠目结舌。等会，真理不是叫啊？怎么不继续叫了？回答我！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你不是要砸了我的场子吗？你继续啊！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巅峰一个眼神，全场音乐瞬间炸响，灯光瞬间熄灭，在劲爆音乐声下，只见喷出一束苦光。等灯光亮了后，巅峰接过服务生递过来的纸巾，慢悠悠地擦着脸上的血迹。至于胖子，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把这家伙带走，挑个豪华炉吧。好的，颠总。回到办公室，王浩就举着平板走了过来。关于刚才那个小胖子的资料，他已经查得一清二楚。颠哥，这小子属实是该死，家里是汉西那边的，他爹弄煤矿的，之前出事故闹出人命，才赔了人家1万块钱。煤矿，找几个人把他爹的矿炸了。好嘞，没问题。王浩很是兴奋。既然颠哥没有变，那以后跟在后面又能继续耍了。
凌晨，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有种出来干一架啊！我告诉你，你要是让我找到，我特么砍死你！你知道你手机号是谁给我的吗？呵呵，沈瑶那丫头被我打得鼻青脸肿，就那她还不愿意给我，我干脆就直接把她家房子推了。听着扬声器里传来女人阴森狂笑的声音，王浩一整个懵逼。你叫柳如烟是吧？操你特么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我爹要砍死你，我也要砍死你！面对对方的威胁，巅峰淡淡一笑，并顺手打开了免提。再不开免提，王浩耳朵都贴到他脸上。你爹叫什么名字呀？我爹叫刘老三，你特么在江州打听一下，谁不认识我爹？这件事就算你跟我下跪都没用，我爹已经下了江湖追杀令，只要你在江州赶露头，黑的白的都会通知我爹。好，我知道了，过几天我会在江州露头，到时候你来砍我哈。巅峰说完这句调侃的话，直接挂断，再打开飞行模式，直接把手机扔进了鱼缸。颠哥，什么情况？是你前女友还是哪里的疯女人？这是大鱼还是小鱼呀？王浩顿时化身好奇宝宝凑了过来。巅峰只能一五一十的把流放最后一天的经历讲一番，包括这个沈瑶。在江州，巅峰是讲悲惨，可这个沈瑶是真悲催，没爹没妈，在福利院长大，虽然模样清纯怜人，在江大被誉为小校花，奈何自卑是硬伤，压根没有什么存在感。巅峰刚来江州大学时跟对方做同桌，人挺好，没啥心眼，一副傻白甜的样子，日常生活跟学习还挺照顾他的，所以柳如烟能够找到沈瑶，属实是调查了一番。不是呀，颠哥，你当时怎么不帮帮这个叫沈瑶的？随便给人家300-500万，就算不让他过得太奢侈，至少也不至于因为一个联系方式被暴揍一顿吧？你特喵以为我不想帮啊？老子当时比沈瑶还穷，他特喵还有奖学金呢。老子去街上捡纸板瓶子卖，你不了解我当时的情况，站着说话不腰疼呀。你说啥？我说我去街上捡破烂卖钱，普通纸板6毛1斤，好一点的纸板7毛5，矿泉水瓶3毛1个。王浩感觉大脑都要炸裂，手忙脚乱的开始在网上搜索起了废品价格。5秒后，我靠，颠哥，你真捡过？巅峰顿时被气笑，有那么一瞬间，他真想把王浩剁碎扔在鱼缸里喂鱼。那这个柳如烟，你打算怎么办？这明显是黑恶势力，这是妥妥的政绩呀！颠哥，要不你把他们解决了，直接利用这件事踏入仕途，然后你把这会所转让给我。王浩越说越激动，都开始畅想发财美梦了。咱们以后官商相护，好家伙，完美呀！我去你的，安静点！巅峰抬腿就是一脚，王浩四仰八叉的摔在地上，疼！不是啊，颠哥，我这可是为你好呀！我爸妈已经断我零花钱好几年了，还跟我划清界限了。万一哪天你爸妈断你零花钱了，兄弟，我这是在为你后路考虑呀！巅峰没有说话，从抽屉中拿起了之前的手机摆弄了起来，打开微信，一瞬间，无数条消息宛如洪流一般袭来。颠哥，关掉网络，手机别炸了呀！在王浩惊慌失措声中，巅峰赶紧关掉了移动数据。不过映入眉头的几条消息，瞬间让他眉头皱了起来。颠哥，你啥时回来的？我刚听小兄弟说在会所看见你了。颠哥，你看这是你吗？我江州小兄弟发来的。颠哥，江州姐妹发来的，我看着可像你，是你吗？我去，颠哥，你是不是在江州呀？我看这个被打的可像你，但愿不是你。老子特么在网上传开了。巅峰伸手拿起桌子上的平板搜索起来，果然一搜索词条，他在江大餐厅被打的视频传遍。我去，这打的太惨了吧！这男的不会是出柜了，被抓现场了吧？打得好，这男的肯定是贱，惹这么漂亮的女孩生气。这不是我刘姐吗？我刘姐太帅。这他喵是什么风气？受害者有罪论。这欺人太甚了，就算颠哥是个小垃圾，也不能这样呀，简直是在践踏对方的尊严。颠哥，你当时被他踩在脚下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是屈辱还是嘿嘿？巅峰马上抬起了43码的大脚。你说我在想什么？你来试试。王浩见状，迅速一个闪现退到了3米之外。那颠哥，你打算怎么办？我看评论区这个柳如烟还在叫嚣他家有黑道背景呢。呵呵，黑道背景，既然视频在江州传播，那不妨让他继续扩散一下，给我一个冠冕堂皇灭他们的理由，免得事后又有人在挑我毛病。巅峰随手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打了过去。喂，您好，这里是某音符专属行政中心，请问您有预约吗？没有预约，我找张明，你们董事长。此话一出，那头声音明显颤了一下。好的，能否留一下您的姓名吗？我稍后让张董给您回电。我叫巅峰。好的，颠少，您稍等，我马上让张董给您回电。挂断电话不到3秒，张董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哎呀，边上这都小事，没问题，给我1分钟，我马上可以让这个视频还有话题冲上榜单。对了，边上，你以后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永远24小时为您开机。不好意思啊，忘记存了。没事，边上，我的号码估计不好记，您忘记太正常了。别的没事了，谢谢哈。哎呀，没必要，都是小事。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巅峰直接挂断了电话。1分钟过后，江州大学打人事件直接冲上了榜单。颠哥1分钟啊，就1分钟，这他妈直接就热搜榜第1了。王浩不可置信的看着手机屏幕，我这顿打可不能白挨啊！巅峰就想让舆论发酵他，让京都之前针对他以及利用他跟父亲施压的那些议员好好的睁大眼睛。
此刻，江州市办公大楼灯火通明，王市长不断地刷着手机上的新闻，闪烁的屏幕宛如他的视图一样忽暗忽明。李书记接到上面问责电话后，整个人更是懵了。不少办公室的负责人纷纷从被窝里跳了出来，披上衣服就去开会。会议室内，王氏猛地一拍桌子：“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发酵起来的？公告上不是说这件事的影响已经消散了，现在怎么直接上了热搜？”秘书颤抖着递上数据报告：“王氏，这次的舆论发酵速度太快，我们后台监测到，从1分钟前开始，成千上万个媒体账号同时推送，有大量营销号、法律博主、媒体记者同步发声，而且这次不仅仅是民间舆论，还有官方媒体也跟进了。”王氏一愣，直接瘫坐在了椅子上。闻了，江州要出大事了，去给我找到当事人凌晨，务必找到他，不管他要求什么，尽量满足，必须让他发布澄清视频，就算编也得给我编出来，就说是剧本炒作。随后与王氏通话后的刘老三脸色阴沉，猛地砸碎了一个茶杯。特么的，竟然敢威胁我！我刘老三能够走到今天，可不是被吓大的。王氏在电话中的意思十分明显，这件事随着舆论发展，肯定会惹出更多的妖闻。这段时间务必要求刘老三低调一点，不仅让他将手里的众多工程停，还要让他再交出一些殴打凌晨的成员，最好是手里有点案子的那种。可这些成员都是跟他出生入死，在江州打下一片天的人，这简直跟卸磨杀驴有什么两样？与此同时，省办公室内，顾军同样是脸色苍白。这个谎随着舆论发酵，属实是瞒不住。正在顾军发愣时，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来电人是大哥。完了，喂，哥，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吗？你说我为什么还没有睡？哥，你听我解释呀，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呀。江州那个什么柳家，我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如此大胆，行事如此张狂。哥，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大侄子白白受着委屈的。这件事我一定彻查到底。谁知道电话那头竟然笑了起来。顾军呐，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此话一出，顾军有点懵了。顾军呐，你刚刚履新，我一直思忖着该怎么为你送上一份合适的贺礼。如今看来，这江州便全当是我赠你的厚礼，以江州为发轫之点，逐步拓展至整个汉东省。至于具体事宜，就需由你亲手去擘划了。明日上午，我期望能在内阁会议上接到秘书提交关于你上报的开展扫黑风暴专项提案，你理解我的意思吗？这么说，大哥全都知道，那么舆论岂不是？哥，那这个舆论是不是？舆论？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极有可能是小峰的手笔。大侄子，不是我大侄子，这不是害我的吗？这话一出，顾军一个劲的吞咽口水。要是惹到这个大侄子，以后他真得小心点了，整不好哪天办公室能飞来一块板砖。不过这也正好可以扭转一下网上对小峰的恶劣印象。好，我明白了，大哥，谢谢大哥。挂断手机后，顾军眼神无比坚定，又拨通了一个电话。现在通知所有干部即刻来开会，凡是迟到者，次日提交辞职申请吧。第二天一早，一个神秘车队浩浩荡荡地出现在了江州市大道上。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头车那辆劳斯莱斯，车内巅峰嘴角微微勾起，目光深邃地扫过窗外的街景。等我离开的时候，江州市恐怕就要从地图上抹去了吧。颠少，女子手捧着平板优雅地走上前，她叫唐兰，是巅峰的私人秘书以及外出贴身安排，精通枪械、格斗情报搜集，曾在龙国女子特殊部队服役。会议后加入顾家负责巅峰的安全及外勤事务。距离江州国际酒店还有10分钟路程，酒店已经全包下，内部清场完毕，反恐 A 组 B 组已经在周围建立安全保障，所有外围人员已经到位。好，我去，这是谁的车队？大佬打双闪，这是什么级别的出行阵仗？我特喵没睡醒吗？江州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大的主？在这些七嘴八舌的路人中，有2个穿着行政夹克的男子满脸焦急地打着电话。王氏好像不是上面的领导呀，这车队的队形完全不是领导的配置呀。王氏，问题不在车队，重点是车里面坐的人。怎么，车里坐着的是什么人？劳斯莱斯的车窗看不清楚，但后面2辆的车窗没有完全化。我们看到车里坐着的是一群戴着黑色头盔、手持真理的人。王氏顿时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手机差点没拿稳，下一秒猛地冲出办公室，马上联系江州警署，让他们出动全部警力。就在此时，后面一辆豪车跟了上来，副驾驶上柳如烟脸色阴沉，指着前方：“给我超过去，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把车开在我柳家车前面。”无奈之下的司机一打方向，兰博基尼瞬间逆行超车，随后又猛打方向盘，瞬间闪到劳斯莱斯前面。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劳斯莱斯司机缓缓降低了点车速，巅峰只是微微抬了一下眼皮：“去查一下吧。”颠少，您是说要查一下吗？换做以前这位太子爷的脾气，恐怕要下去把这辆兰博基尼直接打成筛子。正在这时，兰博基尼突然故意来了一个急刹，唐兰下意识就扶住了耳麦伶俐。C 组注意不明车辆挑衅，超过去，必要时可以直接射击。他话音刚落，后面的奔驰大 G 直接猛踩油门窜过，其中一辆大 G 猛地往兰博基尼驶上。兰博基尼车身瞬间失控，猛地一甩，柳如烟脸色狂变，直接被甩在了座椅上，发出惊恐尖叫。司机更是手足无措，努力摆正失控的方向盘。等到车子稳定后，车队早已行驶没影了。随后，车队浩浩荡荡朝江州国际酒店驶去，而另一边警署内警铃声大作，数辆警车全部开了出来。
30分钟后，20个穿着裤衩的青年满脸惊恐地站成了一排，而他们面前站着一群全副武装，胸章上赫然印着荣誉特种大队。冷队长，审问的怎么样了呀？黑衣人们听到声音，齐刷刷地转身让出一条通道。青年们下意识地抬头循声望去，当他们看到来人那张脸时，20名青年全部倒吸一口凉气。不是他不是林晨吗？被打的视频他们不说看了1000遍，少说也有800遍了。对于这张脸那叫一个熟悉，而且领导还命令务必抓到此人。结果现在是他们被抓了，而且抓他们的人还是凌晨。一时间震惊、恐惧、不敢置信全都写在了他们脸上。冷风上前一步敬了礼，随即就把这些人的身份还有前来酒店的行动全部汇报了。哈，看起来你们很惊讶呀，是不是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呀？此话一出，20个青年浑身猛地抖了一下，随即齐刷刷的摇头否认。哎呦，嘴还挺硬的。你们认识刘老三吗？巅峰组织的调查组正在3楼整理江州市还有柳如烟家的情况，不查不知道，一查下一步。江州市王市长和李书记在外面竟有账户，频繁的打款人竟是柳如烟家，包括江州市一些工程背后的公司都能跟柳如烟家扯上关系，就连街上的城管都能跟柳如烟家扯上关系。好啊，嘴都很硬。既然如此，那我建议你们现在开始练习憋气。毕竟混凝土凝固需要72小时。话一落下，黑衣战术队员们秒懂，直接端起真理枪口，齐刷刷的对准这些人，一阵上膛声响起。如此炸裂且具有视觉效果的恐惧，谁能扛得住？别，我认识。我也认识，你们是来抓刘老三的是吧？我说我提供线索，我以前办过相关的案子，这样才对吗？总统套房内。哎呦，二叔，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不是呀，小峰，你现在在哪里呀？是不是在江州呀？你猜？别，二叔不敢猜，二叔怕。小峰呀，你可别胡来呀，二叔可真的求你了。二叔跟你道个歉，你改造的事情，二叔的确参与了，但那可不是二叔的本意呀。二叔当时想着你在江州，我可以照顾你，咱们顶多换个环境生活，这有啥呀？谁知道你老爸狠呐，我连给你送钱送吃的机会都没有呀。巅峰才不在乎这些解释，反正苦自己已经受过，之前失去的那些面子和尊严是时候得找回来了。行吧，二叔，你放1万个心好了，我不会胡来的，到时候肯定会给你一个大礼。与此同时，柳如烟家别墅气氛却是格外压抑。庭院中间停着一辆被撞坏的兰博基尼，车身大面积刮花，车头保险杠碎裂，大灯彻底报废。刘老三狠狠地摔碎了手里的茶杯。谁干的？哪个不长眼的东西？爸，你都不知道，我差点被害死呀！他们直接撞我的车呀！柳如烟指向旁边跪在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司机。你问他是不是一群开着大老大只路虎的混账东西把我撞下了车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三爷，我真的不敢超车啊！那可是龙 A 的车队呀，还是清一色的豹子号，可大小姐非让我超呀！刘老三直接一耳光甩在司机脸上。龙 A 豹子号，你他喵跟我说江州竟然有这么一支车队？我柳家在江州横行多年，现在居然有人敢正面挑衅，给我查！这一声怒吼后，大批小弟马上冲进各自的座间，驶了出去。这时，柳如烟的手机响了起来。如烟姐，凌晨出现了，凌晨在江大，特么的终于出现了！去，你们给我去江大带上家伙！刘老三手指关节捏得咔咔作响，柳如烟直接一把扯掉头上的纱布。爸，这一次我一定要弄死他！去吧。得到老爹点头，柳如烟直接跑出庭院。都跟我走，真理都给我带上。是，大小姐。另一边，巅峰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江州大学，这场面直接把江大的所有学生震懵了。我擦，这是什么阵仗？什么情况？咱们学校除了柳如烟这个副姐，难道还有副哥？财经校区门口，保安刚迷迷糊糊的睡醒，一看这么多外来车辆驶入，下意识阻拦。不好意思，外来车辆不可入内。抬杆。唐兰淡漠的吐出2个字，手中沙漠之鹰抵在了保安的脑门上。保安猛地清醒，瞳孔疯狂放大，他本能的一拍枪口，然后怒吼：“你特喵拿个玩具枪吓唬谁？”然而当对上唐兰那冰冷如刀的美眸，在瞥见后排整齐坐着全副武装的战术队员时，他哪里敢怀疑头顶的玩意是假的？好，我抬杠！保安颤抖着手按下了按钮，大锯一脚油门驶，紧接着整支车队鱼贯而入。此时操场树林深处传来一阵笑声，哈哈，快点拍，把他的脸拍得清楚一点，看看这小人还敢不敢再装清纯？就这还校花呢？校花能咋？还不是被我们欺负？沈瑶被几个浓妆艳抹的女孩团团围住，手腕被死死抓着挣脱不开，身上穿的白色长袖衬衫此刻已经被扯得凌乱不堪。放开我，求求你们了！哥，这回知道求我吧？其中一个女生猛地拽住沈瑶的衣领，强行把她拉向自己。沈瑶，你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一开始要是痛快点，把凌晨的手机号交出来，如烟姐会这样对你吗？如烟姐说了，见你一次就欺负一次。快点拍视频，到时候发到论坛上，让大家看看这个装清纯的人被咱们欺负成什么样子了！不要，求你们了！沈瑶猛地挣扎，拼命的想要捂住衣服，可她越是恐惧，这帮人就越是开心。如此一幕竟被办公楼的校长收入眼底。唯一不同的就是，此时他惊恐至极，2个黑衣人死死的按住他，牙齿抵在窗台上，发出惊恐的呜呜声。凌晨，对不起，我错了，你快收了神通吧。校长，你的学校霸凌成风，你知道吗？这个当时被柳如烟当众羞辱的人，
一字一个眼神盯得他头皮发麻，甚至灵魂都能被看穿，这他肯定不能承认。林少，我真的不知道啊，我错了，你快收了神通吧，我心脏不好。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学校不存在霸凌吗？可下面那是怎么回事？不，林少，给个机会，以后我绝对会加强学一下管理，绝对不。看下去，让他亲眼再看看。好的，颠少。唐兰一挥手，几个黑衣人直接上前，一把拽住了校长的衣领拖了起来。另一边，柳如烟也领着他的车队浩浩荡荡的驶向财经小区，保安跟刚才一样，也上去阻拦。未来车辆不得入内。结果主驾里直接伸出了一个猎枪抵在了他的脑袋上。再看到副驾坐着是刘老三的女儿，好家伙，那吓得叫一个魂飞魄散。柳小姐，我这就管，我给你抬杆。看着车队远去的背影，保安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转身回到保安亭，写起了辞职信。树林中，记住了，以后叫我冉姐。沈瑶疼得惊叫出声，发丝被扯得凌乱。正在这时，一个豪华车队急速驶来，碾压着草地，直接往树林那边驶去。我去如烟姐的车队吧，太霸气了，真帅！沈阳，你死定了，我如烟姐来了。然而，就在他们笑得最欢快的时候，奔驰大 G 一个飘逸霸气的停在了。妈呀，如烟姐这有点逆天了。可下一秒，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映入到了他们眼里。林晨，这不是被如烟姐打的那个男生吗？他怎么？沈瑶也愣住了，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个他曾以为只是一个普通人，甚至跟他一样可怜的凌晨，此刻竟带着震撼全场的阵仗回来了。当看到被欺负的竟是沈瑶时，巅峰一整个诧异。沈瑶，此话一出，沈瑶猛地推开面前几个精神小妹，红着眼眶，脚步踉跄的朝巅峰飞奔而来。凌晨，不是我故意给柳如烟手机号的，是他们逼我的，而且现在还在逼问我你的下落，还有你之前为什么不回我消息？我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打了那么多电话。巅峰懒得去解释这些，下意识就把哭得梨花带雨的沈瑶护到了身后。巅峰看着沈瑶脸蛋上满是被欺负后的无助，白皙的脖颈上还残留着被抓的红痕，顿时怒。谁干的？一瞬间，周围的空气凝固，几个精神小妹吓得脸色发白，双腿疯狂颤抖。她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混混，只是跟在柳如烟身边拍点马屁，以此换来一些在学校里的照顾。这时，就有头脑简单的小妹站了出来。哼，我干的，怎么了？刹那间，所有人猛地抱头尖叫，有的直接瘫倒在地，还有的腿软到趴在地上爬行，试图逃离这是非之地。可刚刚爬出2步，耳边就传来了冰冷极限的声音：动一下就死。这一刻，所有精神小妹们吓得一动不敢动，甚至有的已经崩溃哭出声。沈瑶也被这一幕吓到，下意识就松开了原本抓着她衣角的手。她从未见过这样的凌晨，那个曾经吊儿郎当喜欢调侃自己的凌晨，此刻竟这般陌生和疯狂。地上那个刚才还在欺负自己的大姐大是死了吗？凌晨打人了，他怎么会有真理？他到底是什么人？沈小姐，颠少现在正在处理一些事情，这里不太适合你，我们坐回车里吧。只见唐兰青拉住了他的手。好。沈瑶呆愣地牵着对方的手，一起坐进了车里。校长，你不介意我替你教育一下你的这些混社会的学生吧？这一番话说出来，满脸是血还缺了2颗门牙的校长点头如捣蒜。他哪里敢介意？在未知的恐惧面前，他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巅峰一摆手，大批黑衣人就举着闪棍冲了进来，对着那些求饶的精神小妹们就是一阵暴力。一时间，树林边惨叫声不断。就在这时，柳如烟也带人赶了过来，10几辆车直接包围了巅峰。车门一打开，拎着砍刀、端着喷子的马仔们就气势汹汹地跑了下来，但下一秒全部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样站在原地。我靠，这特么是反恐！10几支黑洞洞的突击枪口冷冰冰地对准了他们。不是，你们干什么？全特么愣在这里干什么？柳如烟骂骂咧咧地走了下来，一把推开了面前的小弟，径直就往里面进。下一秒，脚步猛地僵住，一把冰冷的枪口紧紧地抵在了他的额头上。你特么！柳如烟刚想爆粗口，抬头目光对上唐兰时，身子猛地一震，他本能地想转身，目光却扫向了那一排黑衣人。这些人不是混混，不是保镖，那些战术背心，那些专业的武器配置，他只有在电影中见过。柳如烟，你凌晨，你不是要来砍我的吗？你的小姐妹们很猖狂呀！说完一招手，10几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精神小妹被人拖着像破烂一样扔到了他的面前。柳如烟想逃跑，可腿已经完全软了，下一秒直接瘫坐在地上。他不明白这次到底惹上了什么背景。全部放下武器。所有小混混瞬间把武器扔到了地上，很是自觉地抱头蹲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只有听话才是唯一的保命途径。看着巅峰缓缓抬起手中的真理指向自己，柳如烟直接哭着求饶起来：凌晨，我错了，放过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巅峰眼神扫过柳如烟娇弱的身躯，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容。要想让我放过你很简单，你换个地方生活吧。一听这话，柳如烟宛如抓住了救命稻草。换在哪里生活，我肯定过去，只要放过我，让我去哪里都行。换到水底。柳如烟还没有反应过来，巅峰一个肘击直接把他敲晕。紧接着，在小混混的惊恐注视下，黑衣人们从车里拿出了一个个马袋，把地上的人包括柳如烟都装了进去。颠少，这些黑小混混们怎么处理？副驾的巅峰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抬手抹了一下脖子。
黑衣人秒懂。是颠少。等到车辆驶出树林后，一阵密集的鞭炮声响起，柳家黑恶势力的小混混们直接原地被审判。车内气氛死一般的沉寂，沈瑶的粉手死死地攥紧衣角，娇小的身体轻微颤抖。刚才那一幕太可怕。林晨，你刚才把那些人怎么样了？沈瑶不敢抬头，尽管旁边的唐兰一直抚摸她的背部，试图缓解她紧张的情绪。巅峰这才发现沈瑶跟自己坐的是一辆车，马上转过头，没有怎么样呀，只是给他们买了一张车票。什么车票？沈瑶心脏猛地一跳，疑惑地抬起紧张的脸蛋看向唐兰。对，通往地府的车票。沈瑶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冷战，再也不敢往下继续问了。但很快随着唐兰的安抚，车内的气氛变得欢快和轻松了起来。唐姐，我跟你说哈，林晨这个人，哦不，现在得叫他巅峰。他之前可是特别无赖。哦，怎么个无赖？第一，他最爱问我借钱。刚认识那会，他总说自己没有饭卡，天天蹭我饭卡去吃饭，每次说的可怜兮兮的。瑶瑶，我今天没钱吃饭了，饿得前胸贴后背，求求你啦。然后我就心软给他买饭，结果呢，他每次都要点2份，我才5000块的奖学金呀。哎，我当时的确没钱呀。哈哈哈，还有吗？还有，当然有。有一次他好几天没有去上学，然后我就找他家里去了，却发现他一身伤，鼻青脸肿的躺在床上。他委屈巴巴的问我有没有创可贴和酒精，我怎么可能随身带着创可贴？然后我就下楼给他买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竟然嫌弃我买的创可贴上面有卡通图案。颠少，都那时候了，你还在意这些？不然呢？他丫的买的创可贴一堆卡通图文，还是个少女卡通人物。他当时脸上贴了粉色的小熊，膝盖上贴的是美少女战士。颠少，你在江州原来这么可爱啊！行了行了，别再提这个黑历史了。对了，沈瑶，你还想在江州大学读书吗？如果不想的话，过2天我带你跟我去京都，我送你去京都大学读。你说你让我去京都大学？怎么不舍得离开荆州？我当然想去，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学府。可是怎么去呢？对方一句话就能让自己去吗？沈瑶抿了抿小嘴，心中五味杂陈。联系一下京大的校长，让他们增加一个招收名额，把沈瑶信息发过去，办理一下全新的学籍。好的，颠少。唐兰拨打了京都大学校长的电话，不到1分钟，事情可就办好了。就这样说好了，跟我一起去京都哈。沈瑶咬了咬嘴唇，看对方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比起京都大学，她更愿意追随巅峰。那我就跟你去，这才对嘛。唐兰轻笑着拍掌，恭喜沈小姐成功迈向天宫第1步。沈瑶害羞地捋了捋耳边的袖子，或许她的世界真的要变得不一样。但话说回来，如果凌晨离开，不，巅峰离开，那她对江州真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傍晚，柳家别墅庭院四周摆满了花圈，空气中弥漫着白烛。谁干的？谁他妈干的？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呀！看着还在麻袋里渗水的女，早已失去了生命气息。刘老三一整个哭得撕心裂肺，周围还摆着几十具盖着白布的尸体。柳家手下们带着白花，一个个脸色惨白，浑身冷汗直冒，完全不敢抬头看这一幕。这是柳家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覆灭。给我查是谁干的，我要让他全家死无葬身之地。三爷，我们查过了。查到了什么？林晨是一个叫林晨的，他根本不是普通人，我们找不到他的档案。根据目击者称，他带的那些人全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而且警署今天下午已经全部换上了一批新面孔，包括医院守卫还有交通，全都是新的一批人。刘老三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可夺女之痛容不得他有半点退却。我不管，就算他是天王老子，我也要报仇，给我查清楚这批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还有这个凌晨现在到底在哪。随着刘老三的怒吼，整个江州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中。江州国际酒店内，巅峰正躺在沙发上玩着手机。这时浴室门缓缓打开，沈瑶穿着酒店纯白浴袍走了出来。我的颠大少爷，你是不是忘记我的衣服啦？在卧室衣柜里，你自己去拿。你脸怎么红了？难道房间里很热吗？我喝酒喝的。沈瑶撅了撅嘴，但也没多想，转身往卧室走去。这丫头得亏是遇见了我，要是遇见其他人，天哪，这些衣服你都是给我准备的吗？随便挑几件穿吧。10分钟后，沈瑶换了一套衣服走了出来，整个人瞬间从普通小女生变成了富家千金般的时髦感。你看这一身行吗？沈瑶的心跳加速了几分，不知为何，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涌上心头。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给她买过衣服，甚至连尺码和款式都刚刚好合适的衣服。不错，挺适合你的。巅峰站起身，饶有兴致地打量了沈瑶一下。走吧，我们下去吃饭吧。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晚宴，咱们以后可不用吃什么旋转小火锅了。另一边，步军带着调查组还有大批警署的警员全部赶到了江州地界，结果他们的车辆全在经过服务区时被拦下。抱歉，江州地界现在不允许你们进入。同志，冒昧的问一下，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也好回车里报告给我们的领导。对不起，无可奉告。这边车里的步军等得有点不耐烦，顾不上秘书的劝阻，直接走下了车。怎么回事？江州是这么猖狂，连咱们的车辆都敢不放行吗？结果下一秒，他却瞬间瞪大了眼睛。爹是龙国2把手，我妈赫赫有名财阀大亨，可身为京都太子爷的我却被老爹扔到江州学校历练1年，收敛周身戾气，只因我从小嚣张跋扈，就连小区哈士奇路都要挨上2巴掌。
却不曾想现在竟受校霸欺辱嘲笑，更被黑道千金踩在脚下凌辱。他们竟然被密密麻麻一群黑衣人包围，就连他所带的反恐大队长都低着头，完全不敢直视这些人。你们是哪个单位的？竟然这么嚣张，直接跑到我管辖的城市来执行任务？哪曾想话音刚落，冷风直接掏出了内阁特别行动组的证件举到了他的面前。顾军的表情从不悦到错愕，再到彻底震惊。你们是？他话还没有说完，视线就落在了冷风的胸章上。什么荣誉特种大队？这可是大哥的亲卫。那个，请问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动手了？还有，指挥你们的人是不是巅峰？对不起，无可奉告。顾军吃了瘪，他顾不上生气，当然他也不敢生气，灰溜溜的跑到后方拨通了大侄子的手机。喂，我亲爱的大侄子呀，你现在能不能让二叔进入江州呀？二叔帮你报仇好不好啊？柳家那些事你不用去掺和，真的会脏了你的手。嘿嘿，好呀，二叔，那谈一下条件吧。大侄子，什么条件二叔都答应。以后你老爹对你有什么想法，我要是知道，第一时间告诉你。他要是还敢像这次胡来，你二叔我跟他断绝关系。好，二叔，条件咱们后续再细说。我这回就让他们放你们进入江州。哎呀，我大侄子最好了，大侄子就冲你这句话，以后你来汉东省一个电话，二叔亲自去机场把你背回家。顾军前脚挂断电话，冷风可就接到了电话，马上对他们进行放行。就这样，浩浩荡荡的车队驶入到了江州地界。另一边，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刘老三坐在沙发上，双手颤抖着拿着手机，看着视频中的画面，震惊。江州打人事件被打者竟是京都太子。与此同时，柳家那些马仔们也全都吓得屁滚尿流。三爷，外面现在全都是特种部队，监理都上膛了。三爷，我们是不是需要跑路呀？有些精明的马仔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拎着现金准备跑路，结果刚出门就被巅峰的人生擒住，黑洞洞的枪底下，这些跑路的马仔们当场吓尿，瑟瑟发抖的抱头蹲在地上。江州酒店内，报告颠少，柳家大院已经被封锁，所有外逃的全部被抓获，请问接下来是否发起进攻？哦，这些人没有反抗吗？没有反抗，现场无一人反抗。与此同时，其他地方抽调的大批警署成员也往刘老三家赶过去。看到眼前这一幕，瞬间张大了嘴巴。他们的成员拿着手枪，但黑衣反恐队员们端着突击步枪，甚至还有的扛着火箭炮。总统套房内，大侄子，我亲爱的大侄子，给二叔一个机会行吗？这件事交给二叔全权处理好吗？哎呀，二叔，那个刘老三都没有跑，还在柳家别墅内呢，资料罪名什么的都整理好了，你直接带人去抓捕就行了。不是呀，大侄子，你说的简单，我们尝试进去抓捕，可没有你的命令，人家都不让我们进去呀。大侄子，别睡了，别睡了，要不你直接跟我一起去吧，至少让刘老三死个明白吧。行，我去。二叔，这可是你欠我的啊，记住哈，我资料卷宗什么都给你了，大鱼小鱼全都给你抓了，给你节省了多少列。哎呀，我记住了，谢谢大侄子。就这样，巅峰坐上了二叔的豪华汽车，朝柳家别墅的方向开了过去。这边柳家别墅内，刘老三已经癫狂了，在40几个小弟精准的注视下，一点一点的往身子旁围捕。他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他要是一死了之的话，那女儿的死怎么办？既然要死，那就拉几个陪葬的。队长，我们直接打进去就行了，打完回去还能吃个夜宵呢。别急，等待颠少的命令。正在这时，对面河岸传来一阵偌大的动静，几十名警员迅速跑过来维护现场秩序。只见多辆豪车缓缓朝这边开了过来，如此一幕瞬间炸锅，有不少人伸长脖子朝车里看。大侄子，全都是看你吧？不知道呀，估计是好奇吧。巅峰打了一个哈欠，随手就把窗户按下了一半。我去，是他。妈呀，我不是养花吧？那不是新晚上说的太子爷吗？这阵仗，这派头，天哪！我特喵竟然跟太子爷呼吸着同一片空气。见状，巅峰及时合上了车窗。哎呦，果然是看你的呀！他们可不是看我，主要还是为了看刘老三最后一面。到达现场后，巅峰下车就往柳家别墅里面走，吓得冷风一挥手，密密麻麻的黑衣战士就围了过去，寸步不离。不是就这样进去了？我大侄子也太猛了吧！都别过来，都他妈别过来！不是，三爷不是说就做个样子吗？你不会真要炸吧？三爷投降吧，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哎呦，原来你就是刘老三呀！巅峰脸部红心不跳的向前走，周围甚至方圆500米以内的黑衣人以及狙击手都慌成狗。实际上，只要巅峰给一个命令，他们分分钟就可以击杀这个刘老三。可巅峰偏偏没有给他们任何指示。听说你很嚣张，听说你在江州横行无忌，无人敢惹。对了，你女儿找到没有？每一句话钻到耳朵里，都让刘老三的呼吸沉重。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一看刘老三崩溃快要爆发，顾军瞬间慌了，上去就拽住了巅峰，让他别往前走了。就在这时，冷风拿着好几张文件走了过来，文件上赫然印着关于刘老三挟持的这2个小弟的黑历史和罪名，随便一条都能花生米管饱了。都这罪名了，还跟他废什么话呀？全是罪恶滔天的人，拿火箭筒来。此话一出，现场死寂3秒。冷风、黑衣队员，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颠少，你是认真的吗？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去把火箭筒给颠少拿来。2个黑衣队员立刻跑向身后的特种车辆，很快就拿来了火箭筒。巅峰接过扛在肩头，直接走了过去。前面谈判专家还在费尽口舌，突然发现刘老三的表情一整个惊慌，还不断的后退。众人转过身一看，顿时吓得天灵盖都差点螺旋起飞。我擦，大侄子先审审呀！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里还有一集。
帮老大全身绑满炸药挟持人质，谈判专家费尽口舌劝说半天无奈之下，巅峰直接喊人拿来火箭筒。刘老三，走好。火箭弹带着长长的尾焰直奔刘老三而去。为我发声！刘老三发出了这辈子最绝望的怒吼，下一秒轰隆一声，火光炸裂，巨响震天，巨大的气流把在场不少人群。颠上！只见巅峰灰头土脸的站起，头发都炸得微微翘起。火箭筒威力还挺大，什么型号的？我喜欢。下次开火箭筒前记得提醒我戴耳塞。颠上，咱能不能优先考虑一下自身安全？你要是有个3长囊短，刑场都得换成机枪党。完了，这特么怎么去写报告呀？总不能直接写此次扫黑风暴，大侄子给对方丢了一个火箭筒呀。想到这里，顾军赶紧跟大哥拨了一个电话。大哥，柳家没了。我知道，让小峰去处理，柳家不可能有活路的。所以这件事怎么办？这是你问小峰吧。大侄子，这是你这么一弄，我底下人的报告该怎么弄？还能怎么办？刘老三浑身绑满炸药，劫持人质，结果别墅天然气意外发生爆炸呗。行了，二叔，我回酒店睡觉了哈。冷风，你通知一下后勤，协助一下他们收拾残局。随后在顾军懵逼的注视下，巅峰淡定的坐上了车里，潇洒的离开了现场。第二天一早，江州国际酒店总统套房内，巅峰坐在落地窗前，俯瞰着楼下一辆辆豪车驶进来的一幕。这些人不是来接人的，而是专门来送他的。颠少准备启程回京都了。江州的人都视你为英雄，短短2天的时间，你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谢谢，不过是为民除害罢了。深夜，京都国际酒店。不是，这里是你的家。对呀，走吧。身后唐兰和冷风等人推着好几个行李箱。颠少好，欢迎颠少回家。房间都准备好了吗？颠少，您的房间从来没有动过。另外，给沈小姐专门准备了一间公主套房。房间内，黑丝小姐姐端上各种果盘和饮品，且亲切地称呼巅峰一声颠少。沈瑶也有样学样，嘤嘤地跑到巅峰面前。以后我是不是也要叫你少爷呀？你想叫我什么都可以，反正呢，滴水之恩我涌泉相报。这句话听得沈瑶心里暖暖，眼眶都红了。颠大少爷，我以后一定会一直跟着你的，加倍对你好。哦，跟着我？那你打算怎么对我好？你对我有恩，我当然要千倍百倍的回报你。我可以给你倒茶，可以给你按摩，还可以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段话说出来，房间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了起来。好呀，既然如此，那你以后听我的话吗？我听话。好，既然听话，那就明天去上学去。京大那边已经录取你了。巅峰随手把桌子上的文件递给了沈瑶。好，我明天就去京大报道。次日一早，沈瑶来到京大报道，看着眼前宏伟的高等学府，整个人呼吸变得微微急促。为了平复激动的心情，沈瑶小粉手轻轻握拳，挺了挺胸部。瑶瑶，你能行的。说完，迈着轻快的手势朝校门走去。如此一幕，竟被校门口几个靠在豪车旁边闲聊的富二代收入眼底。快看，妹子，从来没有见过，京大竟然有这样的，比校花苏南雪还好看。哪呀，在哪？谢斌猛地从大牛里面钻出来，双眼如同摄像头一样开始搜索。那不就在那呢？我去，好清纯，我喜欢。谢斌下意识就吞咽了一下口水，对眼前的沈瑶打起了主意。之后几天，沈瑶去上学，巅峰瞬间感觉到有点无聊。颠哥，近期会所的生意真的好到爆呀！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规划呀？我能有什么规划？肯定还和以前一样。怎么地？你有想法？我能有什么想法呀？不过我爸说准备送我去学校上学。你呀，别扯淡了，就你还上学，可别去霍霍老师了。我要是去上学，不管是学校餐厅的生意，还是学校其他项目，我都能弄到我手里。算了，你小子真的是钻钱眼里了。你小子现在也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呢？我能干什么呀，爸？在酒店老老实实的待着呢。哦，待着呢。那我跟你找点事情做做怎么样？干什么呀，爸？我随时听候你的差遣。去上学。不是呀，爸，你让我干点别的还行，上学这事我们不能再商量一下吗？商量？你别在外面瞎晃悠了。你要不想上学，那就去你妈集团里面去上班。颠哥，上学好呀，你要是上学的话，那我就也去上。算了吧，我这去上学也是给人家大学添麻烦，你说是不是呀？什么麻烦？好几所大学抢着要你呢。京大的态度最好，你老妈一开心就给人家捐了一栋楼，人家马上就把通知书寄过来了。你尽快把这件事给我落实好了哈。不说了，我要去开会了。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爸，我也要上京大。上你娘的京大！就你那文化水平，你上京专吧。京专通知书已经寄过来了，你尽快去报到。此时巅峰大脑高速运转，沉思了2秒后，反手拿起了王浩递来的电话。喂，王叔呀，我是巅峰。哎呦，巅峰呀！哎呀，王叔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什么时候来王叔家里吃饭呀？王叔，等我有时间就去。嘿嘿，王叔，那个王浩上学的事你不用操心了，我也要去上学，到时候我俩一起去京大就行了。哎呀，那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你看着安排就行。挂断电话后，王浩就热泪盈眶的扑了过来。颠哥，义父，滚！次日，京大校门口，谢斌开始搞事了。我斌哥追女人的策略那么多，肯定会成功的。周宇的这句话给了谢斌启发，刚好遇到那天的女孩骑着单车出现，马上一个神龙摆尾拦住了去，但奈何车技不过关，车尾直接刺。
看看你，看看你，你是怎么骑车的？知道我这是什么车吗？把你卖了都赔不起。这分明是碰瓷呀！沈瑶虽然心里这么想，但嘴上却不敢说。对不起，你这多少钱？我赔给你。好呀，既然你要主动赔的话，那我可以给你便宜点。这么点剐蹭，至少需要10万块钱吧，收你6万就可以。6万？好家伙，真是狮子大开口，这么点剐蹭能要10万，5000都撑死了。哈哈哈，这不是谢斌吗？我靠，我斌哥怎么这么会？听着众人哄笑的议论，谢斌非但不觉得丢脸，反而越发得意了。你要是赔不起的话，我也有其他办法。什么办法？当我女朋友呗，还能有什么办法？只要你当我女朋友，1分钱不用赔。此话一出，沈瑶整个人都愣住了。怎么了？这个办法不好吗？闻言，沈瑶直接拿出手机打了起来。怎么开始问家里要钱了吗？可以，那就10万块钱，一口价都没少的。好家伙，谢斌这是要讹人呀！真是的，不就仗着他是谢家的人吗？接到沈瑶的电话时，巅峰还在闹市区堵着车呢。没事，沈瑶，你不用担心，你在那等着我就行，我马上就到。挂断电话后，巅峰就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找了起来。既然路上走不了，那就走天上呗。哎呀，颠少，怎么了？我随时等候您的差遣。咱们酒店的直升机现在用着没？没有啊。那好，现在我正在京都大道上有点堵车，让他们来接洽我，5分钟到，不然腿给他们打折。好嘞，颠少。嗨，帅哥，你说你买这么贵的车干嘛？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堵在这？就是啊，有这钱去创业多好，买这么贵的车，结果还是得堵车。你们堵车只能堵着，可我堵车不用一直堵着。此话一出，众人愣了一下，随即哄堂大笑。哈哈，兄弟，你这是要飞出去不成？我家也有这个什么法大什么力，我买菜用的，我都没有你这么装。就在这时，不远处天空突然传来了一阵螺旋桨轰鸣声。我操，那是什么？这不会真的是来接这个帅哥的吧？颠少，请坐好，我们要拉升了，您的车稍后会有人开走。好的，走吧，去京大。话音落下，直升机猛然拉升，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冲向天空。与此同时，京大校门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不管，今天10万块钱1分钱都不能少。谁让你那么不小心呢？骑个破车都不看着点路，人呢？你打电话叫的人送钱没有？不是啊，明明是你撞上来的。这不明摆着的吗？分明是跑车擦到对方的。对呀，这明显是耍无赖。这小子肯定是看上这小学妹了。小声点，他可是谢家的人。正在这时，不远处一辆法拉利 SF 急速朝这边驶过。王浩胳膊夹着通知书，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下了车。哎，还是这京大看着气派呀！哎呦嘿，这么多人，是迎接我的粉丝团吗？看见王浩走了过来，众人纷纷让开道路，一脸懵逼的打量着眼前这个戴着墨镜的青年。哎呦嘿，干嘛呢，浩哥？哎呦，这不是我谢老弟吗？在这干嘛呢？诺，这小丫头骑着单车撞到我车了。王浩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一看到沈瑶，眼睛瞬间亮了。哎呦呵，京大我真的是没有白来呀，还挺可爱呀。怎么说？能怎么说？10万块钱呗。既然跟谢斌认识，那肯定要为对方说上2句话。哎，撞坏别人的车就要赔钱哈，10万。哼，要你管，这里又没有你的事情，而且我没有撞到他的车，是他自己擦到我的自行车的。我去，这么凶！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震耳欲聋的螺旋桨声。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里还有一集。新生入学第一天就惨遭碰瓷，富二代开跑车故意送他单车，反要10万，扬言给不起钱就做他女朋友。就在他攥着手机慌到发抖时，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螺旋桨轰鸣声。我操！直升飞机？不是，这是开着直升飞机来上学嘛？喵的，怎么有人比我还壮？颠少，咱们去学校操场降落吧，门口围观的学生太多了，不安全呀！不安全什么？飞机上有没有滑翔伞？我跳伞下去。颠少，有伞包给您准备好了，是现在跳还是再升高一点呢？伴随着机舱门缓缓打开，下面的围观学生惊呼声一片。我去，这是要干什么？快看，里面有个人出来了！下一秒，巅峰纵身跳了下去，伞包打开，巅峰急速的朝地面俯冲而来。此时谢斌还在茫然的看着越来越近的身影，根本没意识到危机降临。都让开，刹不住车了。可为时已晚。我操，什么情况？定点跳伞，拿人当垫子。完了，这下兰博基尼彻底报废了。而掉落在地的降落伞正好把谢斌盖得严严实实。颠哥，你这够潇洒，够特别的呀！你终于来了。沈瑶像是小奶猫一样冲过来。不是，你们认识啊？对呀，认识。沈瑶，怎么你们刚见过面了？对，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他刚才对我打招呼来着，说是你朋友。对，他是不是那个叫沈瑶的？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了。那还挺巧。沈瑶露出甜甜的笑，同时又冲王浩调皮的眨巴了一下眉。王浩立刻狂擦冷汗，而此时周围围观的学生却陷入到了惊愕的状态。什么情况？他们都认识啊？不是，刚才不是这人家赔钱的吗？怎么这会又点头哈腰了？走吧，去学校吧。走。就这样，3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京大，只留下一群围观的学生站在原地凌乱。这时，只见谢斌四仰八叉地躺在车上，嘴角一个劲的吐沫。斌哥，你怎么样？别动，断了。另一边，王浩和巅峰已经来到了教学楼里，宛如幽灵一样乱转。而王浩隔着窗户一看，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颠哥，这个班妹子多，咱们去这个班吧。行啊，我都无所谓的。得到巅峰点头同意，王浩马上从口袋中掏出满是褶皱的通知书，迈着大步就走了过去。报告，卧槽，谁的部将这么虎？不是喊什么报告，什么上古传统？你是谁？王浩咸嘴一笑，直接举起手中的通知书。老师，我们是新生，来报道的。我靠，什么时候了？来报道？都开学那么久了，来报道了。老教授也一整个懵逼。开什么玩笑？喂，保安处吗？有学生扰乱课堂。不是呀，我骗你干什么？你好好看看呗。老教授挂断电话，疑惑地接过通知书。通知书上居然盖了密密麻麻的章，从校长再到院长再到个专业的管事的签字，几乎把整张纸都写满了。哎，同学，你是？话还没有说完，王浩直接无视他走进了教室，随意地拍了拍前排一个男生的肩膀。哎，同学，你们这是哪个班的？我们是财经一班的。好，就在所有人还没缓过神时，王浩随手把笔递给了巅峰，笑得一脸灿烂。颠哥，姐，财经一班，这个班妹子好看。我这兄弟识货呀！好家伙，苏校花都在我们班，我们妹子质量可不是盖的呀！人哪？扰乱班级纪律的人在哪？几个保安跑了过来，但迎面就对上了巅峰的脸。这不就是今天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的那小子吗？还把谢家的人撞飞的那个。他们虽然是保安，但不是脑残，能乘坐直升飞机来学习，还把谢家的人撞飞，随后若无其事离开，那势必是他们得罪不起的大佛。走错地了吧？扰乱课堂纪律，但应该不是在这栋楼。走了。我们能进去了吧？能进去。帅哥，坐这里。帅哥，坐我这里。来这里，我这里有空位。有几个女生更是对巅峰招手，王浩还以为喊他了，瞬间心花怒放。颠哥，我去那边坐了哈。说完屁颠就跑了过去，坐到了那几个女生中间。巅峰扫了一眼，直接走到校花苏南雪旁边坐下，掏出手机悠闲地玩起来。而此时苏南雪却低着头，努力捋耳边秀发遮住她绯红的脸蛋。没有认出我吗？不是冲着我来的吗？原来两人早在昨晚就见过面了。苏南雪表哥秦琪为了巴结太子爷巅峰，不仅在巅峰会所里充值了2000万，更是通过自残来要挟苏南雪一起过去陪赌。天喜会所，秦琪跟几个小弟就像安了弹簧一样，嗖的就站了起来。颠哥，终于见到你。颠哥好。这是你女朋友？哎呀，不是，是我妹妹，我姨妈家里的，在京都上学。今晚我说要来会所里坐，她非要跟过来，索性我就带着她过来了。挺好。苏南雪深吸了一口气，疼的一下就站起身。颠哥，我叫苏南雪，第一次见面，我很高兴认识你。突如其来的一幕，看得巅峰一脸懵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苏南雪可就拿起桌子上的酒往自己杯子里整倒满了一杯。如此一幕，巅峰确实有点看不懂如此操作，毕竟这洋酒都是意思，象征性的倒2下就行。也许对方酒量很好。你好，我是巅峰，很高兴认识你。说完，轻轻碰了一下对方的杯子，然后一饮而尽。而苏南雪从来没有喝过酒，在他的思维中，那些醉酒的肯定得喝好几瓶子，于是也端起酒杯，仰起头咕噜咕噜，毫不犹豫的一饮而尽。这一幕看得众人皆震惊不已。下一秒，苏南雪整张脸瞬间唰的一下就变红了。哥，你为什么这样看我？没事儿。秦琪，你妹这酒量不错呀。啊，对，酒量很好的。伴随着气氛逐渐活跃，巅峰说的话也多了起来，跟秦琪聊起了京都圈子的一些事情。包厢内笑声不断，而苏南雪这个时候已经有点上头了，但她自己没有察觉到，反而觉得气氛越来越热闹，索性也跟着举起酒杯，一杯接着一杯喝到最后，一桌子人全都倒下了，除了巅峰，还有已经迷离的苏南雪。颠哥，继续，你为什么总跟我哥喝，不跟我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外面实在。巅峰站起身，扶着苏南雪，他整个人都软绵绵，摇摇晃晃的依靠在她身上，完全是醉得不省人事。秦琪他们就安排在客房里住下吧，这个女孩送到天喜酒店去。颠哥，你该不会是想……巅峰懒得理他，直接搀扶着苏南雪颤巍巍的朝包厢外走去。哎呦，颠少，这个喝醉的小猫很漂亮呀。少废话，送到天喜酒店安排好住下吧。唐兰耸了耸肩，倒也没多问，扶着脸色涨红、全身发软的苏南雪就离开了。此时巅峰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身旁这个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该不会是哑巴吧？本以为对方认出他，甚至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想着怎么聊昨晚的事情，结果对方一开口，居然问他是不是哑巴。我不是哑巴。下一秒，一张俊脸骤然贴近。嘿嘿，我说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原来昨晚咱们已经见过了呀。你好，颠哥。挺巧呀，你也在这里上学呀？我什么情况？完了！我的女神竟然叫对方哥哥！就在空气弥漫着尴尬之际时，下课铃声响起，教授拎着课本就离开。是的，我在这里上学，的确很巧的。就在这时，孙威领着一帮小弟急匆匆地走进了教室。苏南雪，快去医院！我兵哥住院了，你得去看看我兵哥。完了，我女神又要被骚扰了。什么？谢兵住院了？他住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去？麻烦让开，不要围在我旁边。
可兵哥一直在追你啊，你也知道，除了缅北和兵哥，真没有人愿意为你掏心掏肺呀。他追我是他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对他的死活不感任何兴趣。现在请让开，不要挡着我了。苏南雪，我不许你这样咒骂我大哥，我大哥住进医院，只是今天有个跳伞的小子撞到他身上了。此话一出，原本吃瓜的巅峰当场抬起了头。等等，视频中撞的人是谢斌。哈哈，笑死我了，这么离谱的吗？谁呀？谁胆子这么大，竟然把谢斌撞进了医院？我靠，颠哥，看样子你把他撞的还挺厉害呀！我跟那小子认识，我要不要去医院看他一下呀？等会，你们在说什么？撞的还挺厉害，是不是你撞的我大哥？说是不是你？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里还有一集。陆少开直升机上学前直接跳伞入校，可不料技术太惨，直接把校霸撞进了医院。是不是你撞的我大哥？说是不是你？威哥，就是这小子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把兵哥撞飞的。操，敢特么指我颠哥！我操！这新来的这么猛！没等小弟反应过来，王浩可就冲了上来，拽着孙威的衣领。你特么指谁呢？你以为你家那兵哥算个什么东西？你特么再敢指我颠哥，信不信老子现在让你跟他住一间病房？突如其来的一幕，整得孙威脸都绿了，气势瞬间全无。你特么敢踹我，老子现在就……话还没说完，上课铃声响起，老教授拎着课本就走进了教室。孙威等人一看事情不对，转身就离开。你们给我等着！那个，你不担心孙威他们一会过来找你麻烦吗？哦，你觉得我会担心吗？没有，我的意思是……没事，你看那边都是我的人。苏南雪一愣，下意识顺着他的视线往后排看去，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后排那边区域原本没有人，但这节课却多了很多寸头男生坐在那，个个身材魁梧，而且眼神很是犀利。看到苏南雪往这边看，这些寸头下意识就把手摸向了腰间，如此杀气腾腾的动作，吓得苏南雪赶紧转回了头。放心吧，今天没人能动我一根头发，还有你的事情我也管了。那个，谢谢你。说什么谢谢？你我之间还计较这个？难不成你忘了昨晚的事情了？我没有忘。唉，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什么都记不清了。下课铃声一响，教授前脚刚离开，孙威就领着小弟们全都冲了进来。上一节课谁踹我来着？给我站出来！我踹的，怎么了？你知道你家兵哥见了我得叫什么吗？叫我浩哥！你算老几？还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操！闭嘴！孙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对着王浩就是一记挥去。我操！你喵的来偷袭！我告诉你，你特么要是知道我是谁，你特么绝对跪下给我道歉！这一记直拳直接砸在了孙威的脸上，打得他捂着眼睛一个踉跄。装！老子要是报出身份，你他妈得给老子跪下！都站在这里干嘛？给我揍死他呀！几个小弟迅速从苏南雪的美貌中回过神，抡着拳头就朝王浩袭去。等一下，你说呀，你要是牛，我今天给你跪下！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孙威是也。我爹是京都财政局2把手，你拿什么跟我比？话音刚落，王浩可就很从容地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联系一下京都财政局2把手，告诉他儿子在学校恐吓女学生，领着很多学生整黑社会，子不教父之过，最好查一下，顺便看看财政局有没有经济异常，顺藤摸瓜一下。这一幕给所有人看懵了。呵，你真够装的！你特么谁呀？你是稽查委的还是督导组的？你丫还能查我吧？旁边围观的学生也都议论了起来。啊，有意思，孙威的背景竟然这么硬。不是呀，人家今天上学可是坐直升飞机跳伞来的呀。哎呀，不一样，坐直升飞机是有钱，但没权呀。兄弟们，少跟他们废话，给我上！随着孙威的一声吆喝，小弟们再次应声冲上前，迅速把2人围住，不然。义子，你特么装什么？你在外面丢人现眼是吧？害得老子现在正被人调查。你知道对面什么背景吗？你给老子招来多少祸？从今天起，你没有我这个父亲，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明天给我滚回来，我们去公证处当场断绝父子关系。这一瞬间，孙威仿佛五雷轰顶，众人皆目瞪口呆。我靠，来真的！妈呀，这个新生什么背景这么牛？颠哥，看见了没？你无需出手的，我就可以摆平一切。兄弟们，我没有爹了，今天给我揍死他！谁敢上，1人奖励5万。一听有钱拿，刚才还在犹豫的小弟们瞬间鸡血上头。喵的，敢搞我威哥的爹，我揍死你！眼看孙威领着愣头青气势汹汹冲了过来，王浩脸一变，转头就准备拔腿抬溜。颠哥，好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呀！我靠，真理不是！天哪，同学别冲动，千万别冲动。等会，这是真理还是打火机啊？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哦，我为什么不能有这东西呢？识相点的话，带着你的人滚，以后也不要骚扰这个女孩了。至于你口中的那个兵哥，回去转告他一声，如果他还继续，那我不介意奉陪到底，让他拔出萝卜带出泥。不是，这个新生好像比刚才打电话的那个还牛呀！我去，他意思是他能动谢家。我的关注点是他的真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特喵
是京都呀，兵哥那么牛，都搞不来个真理，他能搞来真理，开什么玩笑？孙威思绪万千，突然像是捡回了尊严的碎片，猛地抬手就扒拉开脑门上的真理。你有种开枪呀，别拿一个打火机吓唬人。话音刚落，巅峰抬手，下一秒孙威扑通当场跪下。大哥，别吓我，别吓我！我操，真理！快跑！疯了，疯了！不到一会儿，教室里围观的全都跑光了。谁还敢动？大哥，跟我没有关系，是孙威叫我来的。大哥，别！大哥，我以后跟你混。大哥，那个，我以后能不能也能跟着你混呀？哎呀，你早说呀！你早说的话，我颠哥就不会这样了。不过现在说也不晚，至少命还在呀。谢谢颠哥不杀之恩。谢谢颠哥。颠哥，以后我们就跟你混了。颠哥，以后你让我们往东，我们绝对不会往西。在众人俯首称臣声中，巅峰缓缓把真理放回了腰间。好，既然你们认我当大哥了，那你们以后听我话吗？听话，以后我们只听颠哥的话。好，不错。既然你们听话，那就去医院揍那个什么兵哥一顿。这揍兵哥，这有点不太好吧？正当小弟们犹豫不决时，孙威猛地站起身。喵的，狗东西谢兵，他敢打我颠哥女人的主意，今天特么就打断他的第3根肋骨。说完，孙威抬头冲巅峰深深一鞠躬，然后攥紧拳头，马力全开冲出教室。这一幕看得巅峰等人满脸懵逼。兄弟们，揍死狗东西谢兵！走呀！不少小弟们紧随其后，也冲出了教室。怎么样？有没有吓到你？没有，只是有点出乎意外。放心吧，以后他们不敢再欺负你了。颠哥，咱们去吃饭吧。苏南雪，你去吃饭吗？要不一起？好，一起吧。另一边，谢斌还在校医院静等孙威凯旋，结果病房的门当一下就被踹开了，吓得谢斌扑腾一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孙威，你特么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想要吓死老子呀？人呢？我让你带着的人呢？你小子该不会没有把事情给我办成吧？狗东西，叫我威哥！孙威上去就是一个耳刮子呼在了谢斌的脸上。你特么疯了，敢特么打老子？就打你怎么了？喵的，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使唤我就像使唤狗一样，还说让我爹当村长呢。兄弟们，今天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与此同时，京大餐厅正值饭点，大厅内人头攒动，热闹堪比春运现场，就连角落里都挤满了学生。三人站在原地左顾右盼。颠哥，我直接过去让他们滚蛋拉倒。你急什么？毛毛躁躁的，既然来上学，那就要有一个学生的样子，整天打打杀杀的，成何体统？哎，那里有位置。那边不太行，不是咱们学生能坐的，那里是学校领导的专属座位。领导？是的，咱们最好还是不要过去了吧。哈哈，有意思。这么说，我是不是也得准备一下我的专属座位了呢？说完，巅峰直接迈着大步走过去。苏南雪犹豫了2秒，终究还是迈着小步子追了上去。疯了吧？那里可是校长、院长他们的专属座位呀！完了，一会院长肯定要把他们痛批一顿。桌子上摆放着校长专属、院长专属等等牌子，巅峰顺手扒拉到了地上，啪嗒一声，别提周围的学生了，就连窗口里打菜的大妈都伸长脖子往这边张望。颠哥，你这气场真牛叉，我都想跪了。今天千万别有校领导来呀！哎，快看那边！完了，苏校花完了！餐厅门口，一群人火急火燎的走了进来，一看也是饿得不行的那种。所过之处，学生纷纷低头收声，默默扒饭，生怕下一秒被点名教育一番。如此一幕，张院长瞬间不乐意。哼，这群学生学习不积极，干饭最积极，一到下课跟饿死鬼一样。知道的是顶尖学府京大餐厅，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朝廷发赈灾粮现场呢。张院长说的太对了。哎呀，张院长这个形容简直妙不可言。张院长一行人还没走近，远远就瞥见了那张属于校领导专属的长桌区域的。这帮学生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是吧？吃个饭都敢坐到了我的头上。身后的下属可是冲了上前。你们是哪个系的？知不知道这是专属座位？谁让你们坐在这里的？赶紧去其他地方坐去。颠哥，这官僚主义还挺严重呀。是啊，的确挺严重，只不过坐了一下座位，有必要都炸毛了呀。面对二人的淡然，苏南雪坐在那里，小脸红扑扑，大气都不敢喘。谁把这些给我扔在地上的？给我站起来！一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里还有2集。吴少入学第一天就带着校花霸占领导专座，并将校领导身份名牌直接丢在地上。谁把这些给我扔在地上的？给我站起来！说话呀！装哑巴是吧？还有你，一个女孩子家，竟然跟2个男生混在一起！狗张院长竟然敢数落我女神！张院子，你这老登，我不允许你说我女神！吵什么吵？吃个饭话这么多是吧？什么专属不专属的？来吃饭连个座位都没有，还开餐厅呀？上面给京大拨款那么多，你丫全都摊了是吧？张院长被对得脸都紫，手忙脚乱的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塞进了嘴里。我太猛了吧！妈呀，把院长对到吃药！说你是哪个学院的？哪个系的？哪个班的？你们辅导员是谁？财经系一班的，辅导员还不知道是谁。你呢？你哪个班的？他也是财经系一班的，我们3个都是。身旁的下属彻底看不下去，指着巅峰也呵斥道：“问你了吗？张院长问你了吗？张院长问他的，你插什么嘴？怎么了？
挑软柿子捏呢。这一句话呛得下属脸红耳赤。去，把财经系一班的辅导员给我叫过来，我给他3分钟，让他立马给我滚上来。你叫张启春是吧？财经学院院长，下面还有一个表弟在教务处。你在京都名下有3套房呢，1辆公车，1辆私人商务奔驰。你那套清溪湖别墅是你老婆弟弟挂名的，避税，去年刚装修完。此话一出，张院长瞬间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你是不是开我盒了？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呵呵，你问我是谁？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下我是谁。喂，老爹呀，我天哥让你派人过来查一下京都财经学院张启春院长。尼玛，是老子让你查的，老子全程说几句话了。对，我天哥让你们的人半个小时，不让你们10分钟就过来，10分钟后让你们知道老子是谁，还特么专属就餐座位，老子吃不了就都别吃。话落，王浩端起餐盘直接呼在了张院长那张油光满面的老脸上。这能记到校史中了？疯了，这是把张院长当成樱花国人整吗？身后的下属连忙围上去，掏出纸巾去擦张院长，还有2下属上去就准备拽王浩跟巅峰。你俩走，跟我去教务处。颠少，你没事吧？谁让你们动手的？对不起，颠少，我只是感觉对方手上有细菌。行吧，下次注意，等我眼神或者手势吧。好的，颠少。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2个黑衣寸头青年转身就离开了。哎呦，这什么世道呀？这什么学生呀？把饭菜扣在我脸上，有没有公道呀？餐厅里的一幕，校长并不知情，还在埋头办公中。突然，校长，不好了，不好了！财经学院餐厅里出现斗殴了，那学生直接把菜糊在了张院长脸上了。什么？哪个班的学生？开除，必须开除！吼声落下，财经系书记依旧站在原地，迟迟没有过去管。怎么了？你站在这里干嘛？下去把这件事给我落实去！不是呀，校长，这个学生咋了？被张院长打了吗？不是呀，校长，这2个学生，一个是王浩，一个是巅峰，他们的通知书还是咱们亲自签字下发的。不是呀，你怎么不提醒张院长呢？校长拿起桌子上的车钥匙，拔腿就往外走。与此同时，京都一别墅后院，斌哥，我觉得孙威那小子肯定是被人撑腰了才敢反。我知道，我已经让刘健带人追了。话音刚落，2辆8疾驰而入，车轮还未完全平稳，刘健和几名小弟就匆匆推门而下。斌哥，不好了，孙威他们跑了，我们一直追到西外环，那边的地形我们不熟，眼睁睁看着他们上了桥。好了，谢斌猛地一甩手中的杯子。全是废物，全他喵是废物！旁边的黑色藏獒感应到了主人谢斌的情绪。斌哥别！斌哥，我错了，再给一次机会吧。谢斌坐在躺椅上，悠悠地抿了一口雪茄，直到看到刘健的右手已经血肉模糊，基本废了，方才抬眼。飞金刚回了。藏獒发出一声低吼，猛地松口，拖着口水和血迹，咧着牙回到了谢斌脚边，乖乖趴下。今天这事当给你们提个醒，以后谁再给我掉链子，我会直接喂狗。餐厅里气氛紧张而又滑稽，大家都看清楚了哈，是他们2个先动的手，我不过是履行教职工管理职责，他们就打人、辱骂，还带人动武。他口中所说的什么别墅，这些我什么都不知道哈。我要是真的这么有钱的话，我会来学校吃餐厅，还有这所谓的专属座位，只是便于管理而设，不是强制。喵的，真当咱们是傻子呀！很快，校方领导全都来到了餐厅。校长，您来的正好啊！这2个学生无组织、目无纪律，竟然……你给我闭嘴！不是呀，校长，是他！啪啪啪！校长挥手又是3巴掌，众人全都傻了眼。哎呀，颠少、王公子，久仰你们的大名，你们怎么亲自来餐厅吃饭了呀？您要是想吃饭，我直接可以让餐厅给你们单独做一桌的。哎呀，你说这是弄的，真是失礼失礼！妈呀，你什么时候看见咱校长这么谦卑了？不是，什么情况？这还是咱们的校长吗？这2个人是什么身份呀？真的是大佛呀！校长，这个张院长还挺有意思的，还想拉着我们去教务处呢。校长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3秒后猛地回头。张启春，你给我过来，给我说清楚发生了什么。校长他们3个来餐厅吃饭，坐在了教职工专属。好了，我知道了，是你错了，现在给颠少道歉，还有王公子道歉。意识到2人身份之逆天，张院长火速开启亡羊补牢模式，直接上前不断鞠躬。颠少，王公子，我错了，颠少，我错了。行了，别装的跟个电风扇似的，晃个眼晕。颠哥，要不咱们走吧，饭都吃完了。对，去我办公室聊聊。这时又有一批穿着行政夹克的人走过来，为首的行政夹克直接顶上前，反手就掏出了自己的稽查证。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里还有3集。新生入学第1天就带着校花占了领导专座，还将桌上的名牌直接扔在地上。赶来的校院长厉声指责，王浩2话不说，直接将餐盘呼到了院长脸上。校长闻讯赶到，看清新生的面孔后顿时慌了，反手就给院长一个大嘴巴子。这时又有一批穿着行政夹克的人走了过来，为首的行政夹克直接走上前，反手就掏出了自己的稽查证。你好各位，我们是稽查委的，请问谁叫张启春？
根据我们接到的10名举报，涉及职务便利、滥用权力、师德师范等问题，请你配合我们调查。现在跟我们走一趟。不是啊，我冤枉的，我冤枉的。张院长腿直接软了，还没解释那么多，就像小鸡仔一样被架出去了。早让你滚了，你不滚，非得让我找人来叫你走。颠哥，走吧。别急，事情还没解决完呢。校长有时间吗？时间有，当然有，只要颠少需要，我24小时都有。去把餐厅的所有高层还有没来的校领导叫过来开个会吧。今天这顿饭我吃的不是特别开心，这个问题咱们直接现场解决一下吧。好，您说开就开，我这就过去安排。你们愣着干什么？快去通知人，全体到场。谁要不来的话，马上给我写辞职书。不到10分钟，餐厅高层和校内主要管理人员悉数赶到。人都到齐了是吧？那行，我简单说几句。我是今天第一次来学校吃饭，本来挺期待的，结果呢没座位。哦对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还被你们几个狗屁规定要5和6，说什么领导专属。你是经理吧？你说说，餐厅没有座位，是不是你工作的失职？是我的失职，我马上整改。对不起，颠少，对不起。你是校长对吧？以后你给我明确的叮嘱一下你的教职工，把那点破优越感收一收。想享受好的就餐待遇，那就干脆建一个专门教职工的餐厅，来跟学生抢什么饭呀？还领导专属，准备干什么？当土皇帝啊？要不要回头给你们整点专属的龙椅？对不起，颠少，您所提出的问题我一定整改，我明天一定整改。不，今天整改。其他领导已经面如死灰，跟着校长一起连连点头如捣。颠少批评的对，颠少您说的很对，我们马上整改。哎，你是秘书是吧？对，我是秘书。好，既然你是秘书，那你记一下，我对京大的餐厅做以下部署调整。好，颠少您尽管说，我记。第一，餐厅需要扩建，增加学生就餐打饭的窗口以及就餐的桌椅和座位。第二，修建教职工专用的餐厅，但伙食方面要跟学生的一样，不要给我搞特殊。第三，以上这些要是没有整改的话，再让我看到学生没有座位以及教职工专属座位后，那你们活着真的浪费空气。众人听到这话，脸色再次苍白。颠少您放心，这件事我亲自定，这事我一定当成头等大事来办。好了，开会结束，你们可以走了。谢谢颠少，谢谢王公子。谢谢颠少，谢谢王公子。下一秒，全部落荒而逃，生怕多停留1秒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次日一早，巅峰刚刚睡醒，王浩就打来了电话。颠哥，你知道吗？教室里的那群人真把谢斌揍了，还揍得不轻。谢斌这小子直接让京都总警署的人帮他抓人。我听说这小子现在还在找你呢，还放话出来要手刃了你。浩子，你啰嗦了。谢斌又是谁？大清早你怎么总喜欢扯这些有的没的？不是呀，颠哥，你真不知道呀？就是他们在教室里喊斌哥的那个，你校门口跳伞踹倒的那个就是谢斌。所以呢，这个谢斌是谁？面对巅峰贵人多忘事的习惯，王浩只能给巅峰科普了起来。我听懂了，就是个没妈的孤儿是吧？不是颠哥，谢斌这小子现在在调查你，要手刃了你，你以后还是注意点吧，身边的安保多派点，万一他哪天路上给你一板砖，够你折腾的了。哎呀，行了，别废话了，我起床了哈。与此同时，京大创业孵化实验了，一辆哑光黑的布加迪威龙猛然冲入众人视野，后方紧随几辆全黑路虎车队，一字排开，排面拉满。谢斌从布加迪副驾下来走进大楼，身后的小弟们都紧随其后的跟了上去。说吧，孙威他们怎么处理的？谢哥放心，孙威已经让我们打残废了，现在还在 ICU 里吊着命呢，还有我已经派人接近他家的保姆，往他家里射了一箱金条，稽查组的人应该在赶去他家的路上。至于那帮跟着他的小弟，现在应该已经长出尸斑了。对于张涛的汇报，谢斌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还有孙威口中的那个颠哥，查出来没有？对不起，斌哥，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没看到，我抱着箱子，视野遮挡了。妖的，你也下滚！敢闯我谢哥和例外老四吧，妈的，整天在楼下研究你那破机器人，研究哈老四吧，一堆破铜烂铁，你能研究出个锤子？斌哥，别踩了，那是我的毕业设计，求你们别踩了。哟呵，毕业设计啊，整天在我楼下敲敲打打，你猜你能不能毕业？这小子导师是谁？还有通知一下孵化楼负责人，收回这小子的研究场地，整天在楼下敲敲打打，烦死老子了。得嘞，谢哥，等下我去办。一听这话，理工男当场哭到崩溃。回到办公室后，谢斌便开始了一串3连问：那个叫颠哥的小子查出来了没有？还有他跟苏南雪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在校门口见到的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详细资料有吗？这几个问题抛出来，办公室的嬉笑声戛然而止。张涛几人你看我看你，没人敢吭声。怎么了？哑巴了？这人比我还牛逼吗？敢在京大跟我对着？谢哥，那个颠哥不是一般人，我觉得你以后还是低调点吧。哦，有多不一般？错。
他是顾老的儿子，叫巅峰，前不久才转来京大。江州刘老三黑恶势力覆灭，以及现在整个龙国范围内开展扫黑恶，听说就是他点得到火说。什么？你说他是谁的儿子？顾老的，兵哥，要不那是咋算了吧？高门口那个叫沈瑶，他之前不是在江州待过吗？那女孩是他从江州带过来的。反正那个沈瑶还有苏兰雪都跟他有关系，而且关系还都挺好。面对张涛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劝告，谢斌如鲠在喉的摆了摆手。别吵，我在思考。哼，你以为你回来就能当太子爷？哥，你敢再乱来，我就让你重走一次江州路线。什么颠哥，你算个球！与此同时，巅峰和王浩直接杀向了孵化实验楼，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这个没妈的崽是怎么手刃他。伴随着电梯门打开，俩人走了出去，结果映入眼帘的是大写的懵逼。走廊上一群鼻青脸肿的学生正在放声大哭。欺人太甚，我要告谢斌，告到京都内阁去。同学，能和你交流一下吗？面对理工男李宇曙声泪俱下的对谢斌的控诉，王浩气得咬牙切齿。妈的，谢斌这狗东西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巅峰看着面前把手绢甩出各种花样的人形机器人，陷入到了思考。那个，你这个机器人只能丢手绢吗？能不能丢其他的东西？也能丢其他的，稍微改造一下就行。那个，能不能丢手雷？不是同学，你刚才说什么？丢手雷？颠哥，你想干什么？颠哥，这是可不兴研究哈。各位，你们这些研究成果很不错，我刚听你们老大说了，你们现在面临项目资金紧张，设备不够，场地也跟不上吗？那行，你们这个项目我入股了，你们继续在这里研究，场地的事交给我，项目资金也交给我了。不是，同学，你不怕谢斌吗？谢斌他算个什么东西？回头你直接报我颠哥的名字，你看谁敢动你？颠哥，那个，你刚说项目投资，你能拿多少？50亿，够不够？这时，突然有人认出了王浩。你是王书记的儿子？对，他是我爸，我都在这，谁敢撵你们走？李宇曙瞬间开心了起来，有一种自己的努力被人发现的感觉。在全体人员不敢相信的注视下，巅峰直接要了对方的卡号，一个电话打给银行，不到1分钟，50亿的资金直接到位，整栋楼层直接发出尖锐的报名声。我去，有资金了，咱们有资金了！妈呀，50亿，这可以批量了。边哥，您看这个机器人的手指节灵活度可以说达到了人类的90%，我们测试过小球、沙包、飞盘它都能丢，所以现在丢手雷也不是难事。不过它识别不了手雷的拉环，需要人为辅助拉开保险装置才行。所以你是说现在就可以丢一颗，只要拉了环，是吧？这话一出，几个技术员笑容瞬间卡住，下一秒巅峰可就走到了窗前。喜顺，送上来一颗手雷。颠哥，别呀，这吓人的玩意都是人，你往哪丢呀？谢斌不是在楼上吗？当然往他那层丢啊！1集不够看，主页置顶视频里还有2集。